程毅这个唯一领衔，为什么我说是最稳的一种番位？热评底下最高赞那批评论，翻来覆去其实就一个意思，我给你说个大概啊，不是谁的原话，就是程毅粉这波赢了。你看，一说到番位，第一反应永远是谁赢了，谁输了，谁踩了谁。但说实话，我盯着那篇评论看了一会儿，越看越觉得不对劲。因为这事儿从头到尾压根就不是一场谁赢谁输的比赛。今天咱们轻松点聊，我带你把这层皮一层一层揭开，你会发现底下藏的东西跟热搜上炒的完全是两码事。先说清楚啊，我是程毅的粉丝，这个我不藏着。但我追他不是因为盲目，是因为我看到了一些别人没太在意的东西。这期我可以保证判断是公平的，老粉应该懂我在说什么。行，那咱们从第一层开始，你在热搜上看到的是什么？事情是这样的，7月17号，两京15日官宣了最终阵容和署名。程毅就是演朱瞻基的，被定为全剧唯一的领衔主演，名字单独一行，顶格放。然后演员零更新，从早期宣传里的领衔主演调整成了特别出演，按姓氏笔画排序，演的是捕快吴定元。就这么一改，热搜直接炸了。两边粉丝的反应也很有意思。程毅这边普遍觉得正常合理，本来就该这样。林更新那边呢，声音分两波，一波挺通透，意思是他早就不需要一个所谓的首次来证明自己了，按规矩来就行。另一波是真失落，有人说看到文案的时候心都碎了。这种失落我完全能 get 到，是真感情。所以你看，光看第一层好像就是个番位变动嘛。但别急，重点在后面。咱们接第二层。这一层媒体标题一般不会细讲，但恰恰是关键。那就是今年落地的那个演员署名新规到底改了个啥？我先把这个背景讲清楚，不然你听不懂后面。今年7月7号。不对，等一下，我查一下，是7月10号正式落地的。3家协会联合发文，把这个事儿给规范了。以前番位为什么老出乱子？说白了就是没个准绳，谁咖位大，谁资本硬，谁能撕，谁就往前站。撕番这个词你们肯定不陌生。新规干了3件事。第一，头衔就3类，领衔主演、特别出演、出演，别的花样不许玩了。第二，同一类里边全部按姓氏笔画从少到多排，不许按咖位排。第三，这条最狠，头衔怎么分，必须严格看主线定位，看戏份体量。翻译成人话就是，你是不是领衔，不再是你和你团队说了算，也不是谁嗓门大谁上，而是看你在这个故事里到底站不站在主线上。你品，你细品。这个转变有多大？过去番位是个江湖，现在番位是个规则。这就引出了第3层，也是我今天最想跟你聊的，程毅这个唯一领衔为什么站得住？我跟你讲，这才是整件事最容易被吵架声盖掉的核心。两京15日改编自马伯庸的原著，讲的是明代洪熙元年，沿着京杭大运河展开的一场极限生死逃亡。原著故事的核心是围绕谁展开的？是朱瞻基的逃亡历程。他是这条主线上唯一的那个人。好，那咱们把新规套上去。新规说，领衔与否，严格依据主线定位。朱瞻基是唯一主线人物，那按规则，他就是唯一领衔。你发现没有，这个领衔根本不是谁给程毅争来的，是规则本身，顺着原著结构，自然把他推到了那个位置上。这就是我说的最经得起推敲的一种番位。他不靠撕，不靠嗓门，甚至不靠他自己去要，他靠的是这个角色在故事里的位置，加上他接下了这部戏的选择。下围棋里有句话，弃子是为了成全大局，程毅这个领衔反过来，是大局本身把这颗子放到了正中间。我知道，这里肯定有另一种声音。网上有种说法是，这不就是资本给的番位吗？这话我不回避。但你想想看，新规最核心的一条恰恰是什么？是严格按主线定位来，把资本运作那套给堵死了。
如果这真是运作出来的，那他第一个就过不了新规这一关。所以恰恰相反，正是因为规则变严了，程毅站在主线上这件事才更没人能撼动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这个位置是干干净净站住的。作为粉丝，这种踏实感是最值钱的。而且别忘了这部戏的分量。导演张黎，我印象里就是拍过《大明王朝1566》的那位，你们要是记不准，可以自己再核一下。原著马伯庸，40集古装权谋。这个 level 的配置能让你站在绝对主线上，本身就是资源和信任的体现。朱瞻基这个角色，照原著里给的印象，大概是那种文武双全、心思成熟的太子，同时还得演出亡命奔逃的那股狼狈劲儿，一个人要 carry 好几种完全不同的状态，这活不好接的，程毅接下来了。行，扯远了哈，拉回来，接最后一层，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？对程毅意味着什么？我前面其实说的差不多了。就一句话，一个一直靠角色和作品说话的人，规则越规范，他越占便宜。这几年他走的就是这条路，不是最快的路，但是最稳的路。老粉一路支持他挑角色、墨作品，这个方向是对的。懂行的都知道，这种站在主线上的位置，不是个人能凭空左右的，是长期选对了方向攒出来的。那对林更新呢？我得专门说一句，因为这事儿很容易被拿去挑拨。林更新早年做客可凡倾听的时候，就表达过一个意思，大概意思啊，不是原话，就是他从来不盯着主角番位，戏份轻重、角色大小，他都愿意接。你看，这不就对上了吗？吴定元这个角色有完整独立的故事线，戏份也饱满，就是按原著定位属于核心配角。按新规归类，那就是特别出演。这不是谁被谁压了，这是两个演员各自站在自己角色该在的位置上，一个 hold 住主线，一个撑起最重的那条配线，两边都体面，这才是新规最理想的样子。所以回到最开始那批评论，程毅粉赢了，我现在的看法是，这里根本没有输赢，有的只是规则回到了它本该在的地方。说到这儿，我得跟你交个底。做这期之前，说实话，我对番位这两个字的理解只有一半。我以前也觉得，番位嘛，不就是撕出来的、运作出来的，谁狠谁上的那点破事儿。我甚至有一阵子觉得盯番位的粉丝挺没意思的。做完这期我才想明白，我误会了。我误会的不是哪个人，是我一直没搞懂，粉丝在乎的从来不是那个名，而是自家爱豆的付出能不能被规则、被行业公平的看见。现在规则真的开始这么做了，程毅站在主线上，干干净净的站住了。这些年踏踏实实追作品的程毅粉，你们没选错。站主线的人不用急着证明，时间会替他把话说完。好，这期就到这。你们怎么看这次新规？是真能治私番，还是治标不治本？评论区告诉我，我看着呢。